洛阳，13朝古都，除了人尽皆知的龙门石窟、应天门和满街汉服旅拍，它还为我们留下了什么？这次行程，我们尝试避开喧嚣，沿着一条横跨4000年建成史的脉络，探访那些散落在城市肌理中的历史痕迹。这里附上2日的详细线路图，欢迎下载参考。去洛阳，作为中国石刻艺术巅峰的龙门石窟，自然是不能错过。但这一次，我们不只要看卢舍那大佛，也要讲点不一样的秘密。奔腾的伊河水，两侧就是龙门石窟。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主要看点包括奉宣寺卢舍那大佛、宾阳三洞、万佛洞、莲花洞及东山石窟等。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的石窟群，龙门石窟早在2000年时就已经是世界文化遗产。漫山遍野的佛像，这里是万佛洞，正面现在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万佛洞里面有15000尊佛像，所以叫万佛洞。洞窟顶部是浅浮雕的莲花，也残留的有颜色。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儿写着万五，然后这里写着年号。大唐永隆，这是凿刻的时间。这个菩萨看着不大，但是却被誉为最美的菩萨。和其他造像不同，这尊菩萨身形呈优美的 S 型。据说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也曾借鉴其神韵于自己的表演中。接着我们来看莲花洞。莲花洞是北魏晚期的代表性洞窟，正壁的释迦牟尼像身着宝衣附带，衣袂飘扬，似在行走中讲经，这是少见的游说像。从这衣服的形制就可以看，宽袍大袖就可以看出来是北魏的石雕。顶部的这个高浮雕的莲花是国内洞窟里面很少见的。人民大会堂顶部的莲花就是以它为造型设计的。你仔细观察，在莲花的周边还有一圈体态轻盈的飞天。左侧的这个是弟子是迦叶，但他的头现在被盗了，是在法国的集美。然后右侧的这个菩萨的头现在在日本的大阪市立美术馆，都是被盗的。龙门石窟遭受的最严重的破坏就是大规模的盗凿，尤其是各种佛像的头部。在南壁上方，在这里雕刻了龙门石窟最小的佛像，然后窟檐上的火焰纹和扶手，可以看到火焰纹和扶手，这是北魏石窟的典型象征。这个其实下面是佛顶尊胜托尼经，是唐代的部分，被这2个字给盖住了。这篇石刻经极为珍贵，它是已知的最早的石刻版本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此时距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传入中国也仅有10年，而国内保存至今的各种石经床上面雕刻的最多的就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它就是他们最初的模板了。爬上台阶就是龙门石窟的重头戏卢舍那大佛了。它是中国石刻艺术巅峰，在大佛脚下你能真正感受盛唐的宏大气象。大佛通高 17.14 米，相当于6层楼高，仅头部就高4米。这个大佛特别的漂亮，有一种说法是这个是照着武则天面庞雕的，其实武则天自己发明的那个罩字意思就是卢舍那，所以说这不见得是准确来分。这石窟其实原来都是在大殿内的，上面这些都是原来木桩的凿眼儿。整个大佛龛共9尊造像，除了主佛，最吸引人的就是右侧的一天王一力士了。八大天王甲胄分明，力士肌肉喷张。唐代工匠对力量和神性的把握令人窒息。我们现在看的是西山石窟，然后牛脸，这是出口过桥，然后对面是东山石窟。过桥是东山石窟，进看经寺。看经寺现在几乎是龙门石窟唯一的可以进入内部参观的石窟了。在东山石窟，如果只看一个，那一定是它，而且之前它还是不开放进入的特窟。这里有中国石窟4中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唐代石刻罗汉群雕，一共29尊高浮雕罗汉像，每一尊都高达1.8米，与真人比例接近，气势非凡。
与早期的佛教造像的瘦骨倾向不同，这座罗汉像充满了唐代的写实主义风格，栩栩如生，极具个性魅力。最南边的这个实际上是大弟子迦叶，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实际上是被盗了，上半部是被凿走了，上半部是这样的，然后它的现场被盗、被凿，好像是这个样子的。抬头仔细观察，洞顶的莲花四周也雕刻有身姿曼妙的飞天。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没错，现在我们来到了白猿即白居易的墓园。白猿是需要不断往上爬。白居易晚年居洛阳18年，自号香山居士，而他的墓园就在香山。唐少傅白公墓，前来拜谒者络绎不绝。但关林现在没啥人去了。少10天能送一个啊，关林10天你才能送一个。你看这龙门石灰啊，一天能送10次。龙门石灰一天送10次，关林10天送1次。游客少，但是关林前面是市民游乐的乐园，跳舞的，远处甩鞭子的，踢球的。关林前的戏楼，这个戏楼的形制是比较独特的。这个戏楼前面是歇山顶，后面是硬山顶，这也是很罕见的。关林是国内唯一一家种庙林3、4合一的关庙，3大关庙之一，也是埋葬关羽首级之地，与曲阜孔林并称文武双林。大门上的门钉是9981颗，这是帝王的规制。仪门上的微阳六合，据说是慈禧题的关圣帝君像，是在仪门上镶嵌的时候。过仪门就是石狮御道，刻的有104只小狮子，每个狮子都是不一样的，有人称之为洛阳的小卢沟桥。撩开小狮子下面的这些丝带，发现这是有个铜钱的，四面八方都来财的意思。大殿面阔期间内有贴金关羽帝王像，慈禧题气壮松高。这个匾声名于硕，是乾隆题的。公元220年，曹操以王侯礼葬关羽首级于此，并建庙。明万历20年，大规模扩建，清乾隆续修。关林的第2进大殿是财神殿，这就很符合关羽武财神的身份了。而且这个大殿也是在明代就修建了。这里的光照日月是光绪帝题写的。关林之所以称之为林的地方了，这里是关羽首级的埋葬地。康熙5年敕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陵，正式定名关林。这个碑亭是康熙年间的，没有使用一颗钉子。关冢高17米，周长100余米，古坡环绕，钟灵处很罕见的木门外显的设计。这里有石门投币祈福的习俗，过年时这里会大排长队来祈福。第2天，我们要走一条横跨4000年建城史的 City Walk 路线，这里是地图。起点是2800年前的东周遗迹。这里是天子驾六博物馆，然后实际上这一整片叫王城广场，它地下全是遗址，现在实际上是回填了，保留下来的就是这个天子驾六博物馆。一进来，首先是一个1号展厅，主要是东周王朝的布局介绍和出土的文物。这个彩绘的陶豆很漂亮。王城广场施工时发现了几十座车马坑，2座原址展示。南侧的马坑很小，很容易被忽视，只有2匹马。北侧主坑有26辆车、70匹马、7只犬的遗骨。这是个车马阵，前面的都是驾2、驾4，到最后是天子驾6。这是最典型的史记记载的士驾2，诸侯驾4，天子驾6。
完美地印证了周礼中的天子驾六、诸侯驾四的等级礼制。它也被称为东周贵宝，举世无双。只有这个车架的形状是一个圆形的，其他的车架的形状、车的形状、车斗的形状都是方形的，有可能是夫人做的。这个车马坑里面除了车和马之外，还有狗。驾六后面是最后这辆车，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狗。我们在瞬间跳跃历史2700年，来到民国。洛阳的西宫区名字的来源就在于此。那已经是被小区包着的，这是民国时的建筑，袁世凯下令兴建的，曾经是吴佩孚的司令部。1932年，南京政府曾短暂迁都洛阳，这里就是主要的机关所在地。77事变后，这里也曾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北大厅是当时的会议室，大厅的入口处这儿有一个寿字，当年为蒋介石的50寿辰所作。据说这个下面是有地下室的，直通当年洛阳的飞机场和火车站。快中午了，在洛阳怎么能不喝一碗牛肉汤呢？小碗牛肉汤。蟹跟它辣椒要不要？什么？牛蟹辣椒。要。拿个海币吧，多少钱？海币2。好，牛肉汤，饼丝，一瓶海币汽水，牛杂，牛肉，吃也不错，喝着还挺好喝的，都是本地人中午来吃。吃饱喝足，我们去盛唐洛阳的皇城看看。这里是盛唐的象征，应天门、隋唐洛阳城紫微宫、正南门。现在这里是参考考古发现还原建设的博物馆，高处悬挂紫微冠的牌匾，象征天子居所，如天地宫。这是缺，有2处缺，这面一缺，这面一缺，那个叫垛楼，连接缺和垛楼之间叫飞廊，连接再往2侧，其实原来是一城墙。其双向3出缺的凹字形布局是古代宫门的最高礼制，直接影响后世故宫午门设计。隋炀帝的万国来朝、武则天的登基、唐玄宗的接见遣唐使均在此。最早其实是隋炀帝杨广修的，当时叫则天门，为了避讳武则天的尊号，改名为应天门，取自应天顺民之意。唐玄宗时期，这里也曾被称为五凤楼，它的功能其实类似于现在北京的午门，是朝廷举行登基、改元、大赦、宴会和万国来朝的重要场所。应天门是唐代皇城的正南门，那么我们扭转方向，这里就是明堂和天堂，是皇城的主要建筑。这里是应天门，这里是明堂，这里是天堂，这是当时的整个建筑遗址。然后洛阳现在是要把隋唐洛阳城的中轴线给彻底打通。这边是明堂，号叫万象神宫，曾经是历史上体量最大的木质建筑。当然现在因为它现在只是个保护壳，这实际上相当于武则天的办公室。这个是天堂，也是比原来小得多得多，据说高300多米，这个数据听着很吓人。它的高度现在有争论，100多到300多之间，但是十分高大是毋庸置疑的。现在这个规制也比原来小太多太多了。应天门旁有周公庙，祭祀周公姬诞。追本溯源，根在河洛。主殿定鼎堂为明代遗构，飞檐翘角，肃穆依旧。这从伯禽，就是周公长子伯禽的彩塑，就是颜色保存得特别好。这个是明代的原物，它是在90年代清理主殿时在墙壁里发现的。周公庙红墙这儿成很好的取景地了。出周公庙向东，河南府城隍庙。河南府城隍庙主要是明清的建筑遗存，下面镶了4个石刻，也是很精美的。城隍庙其实是被大街拦腰截断了，这里是主殿，在马路对面西大街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入口。这个应该是原来是有上半部的，现在上半部没有了，不知道会复建出来不会。
这个就是丽景门，丽景门是金代的城门，不是大家以为唐代的，它是金代的城门。金元时，唐代洛阳旧城早已在战乱中被焚毁，因此在原城东北角另筑新城，而丽景门就是金代的城门。我们也可以看到，它距离应天门已经很远，城池规模也大大缩小，不可同日而语。盛唐的洛阳周长69里，而金元的洛阳城周长不足9里。丽景门后的西大街与东大街在不同的朝代各有荣光。隋唐时是城市的中轴，金元时西大街是西城主干道，明清时东大街则聚集了达官显贵、国王府、中察院、文庙皆在其侧。至民国，西大街则有商号林立。如今汉服店与小吃摊交织，烟火气十足。两街交汇处便是十字街，洛阳最著名的夜市。或许每个中国小城都有一条十字街，它承载着最日常的市井记忆。十字街北端是北大街，尽头是祖师庙。道法自然。原祭祀老子，明清改为真武庙，现为老子纪念馆。各种形象的老子，这是很典型的骑牛的老子，这个也是骑牛的啊，都是骑牛的。没想到洛阳保存了还有元代的木构。为什么说大殿是元代呢？这里边也有个典型的特征，大家看这个柱子是弯曲的，它不是直的。就是元代的建筑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木构件很多就是直接把树裁下来，不加修饰。树原来是什么形状，放到建筑物里当柱子，它就是什么形状。洛阳值得看的东西实在太多，我们在闭馆前赶到了陆泽会馆。这是乾隆年间的山西会馆，是河南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清代古建筑群之一。现在是免费开放的洛阳民俗博物馆。这个是悬剑楼，其实就是戏楼。我们可以看到2楼的戏台。戏楼的木雕是特别精美的，都采用了浮雕、透雕的技艺，有各种主题。这个是龙爪抓荷叶，这个是八仙图。精湛的工艺也让它被称为华夏古戏楼的典范。这是彩色的明代的王府石狮子，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因为它是从地下挖掘出来的，所以说颜色得到了保存。都是拍汉服的，这是汉服拍摄基地。洛阳真的是穿汉服特别自在的城市，就是男生穿也丝毫不奇怪，好多猛男身穿女装汉服逛大街呀。它的木雕是一绝，你一定要抬头看檐下的鹅坊、雀替、楼拱上的木雕，而主殿的石雕更是绝无仅有。这个柱础，大殿的柱础是很有意思的，柱础是分2层，上面是2龙盘骨，这是龙盘骨，下面这一层是6兽钻桌，其实是刻了6种，这个是很明显可以看出来。然后这是屁股，这是头。出陆泽会馆，我们转向东大街，这里有组骆驼铜雕，为什么呢？然后我们从这个牌坊下面走进去，东关清真寺。东关清真寺，丝绸之路东起点的碑就在这个点上，就在一堆的电动车后边。这里是联合国的世界遗产中心认定的丝绸之路的东起点。继续沿东大街向东，2500年前，孔子自曲阜千里赴洛，一片市井中看到这个，在此地向老子问礼。这里其实原来是洛阳文庙旧址，但现在就仅剩此石碑了。孔子入周问礼乐之词。这片是回民街，美食众多，不过牛肉汤馆大多已关门。洛阳的牛肉汤馆基本都只营业到下午2点左右。我们去吃张老三饸饹面，大份的辣椒，要。哇塞，辣椒。这个羊肉饸饹面上面一层羊肉，看着好诱人。羊肉的量还是很大的，几乎可以保证每一口都有羊肉吃到。吃完面，沿东大街折返，不远处就是鼓楼。前面的就是洛阳鼓楼，也叫桥楼。虽然说它叫鼓楼，但实际上里面是有个大钟的。据说这个钟和白马寺的钟是同时铸造的，两者会物理共振。夜幕降临，穿过灯火流溢的洛邑古城，汉服少女笑语盈盈，裙裾掠过青石板，古与今竟如此贴近。
离开洛阳时，一抬头，高铁站台的屏幕上赫然写着：“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直看洛阳城。”这不是修辞，而是事实。13朝遗迹无声，却道尽中华文明的根脉与回响。今日的洛阳没有帝都的喧哗，那些散落街巷的碑石、造像、古建，却以一种更沉静的方式保存着中华文明的基因。来洛阳不必急于打卡，这座城自会向你讲述何以中国。